阮木姐，这里是管教所，不是母婴室。可是毕竟是我怀胎10月。珊珊，是妈妈对不起，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却没能给你一个完整。7年啊，为什海城地下龙头啊，被堵在电梯里，还能活着出来？一群臭鱼烂虾，去死吧！你是谁？怎么在我房间啊？关门。见过照片上这个人没有？你们是谁？你往里面看什么呢？你再不走，我报警了！你是富家龙头，傅新年？哎，你没事吧？ Don't stop. Work. 不接，让不接！你居然把传说中心狠手狠的霸道总裁给睡了！不行，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接到举报，有人进行非法交易，请跟我们走一趟。我没有，我真没有，不是我，我真的没有。范金莲，我真的没有。 刚刚那个声音，一个想靠身体上位的女人而已。生生，要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就拿着这个玉佩去找傅家的家主傅新年，他是你爸爸。 妈妈，你不要走，你要一直陪着生生，生生只有你了。生生，你妈妈现在的状况不太好，病得很严重，你得赶紧找到爸爸来签字，他才能出门救你。知道了，阿姨。这么热的天，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我看就连办公室鱼缸里的鱼都快变成公的了。新年，你是不是还惦记着当初那个女的？瑶瑶可说了，她不是什么正经女人。对呀，新年哥哥，你问那种女人是不值得的。你看看你现在，身边连个母苍蝇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你是想让我们傅家绝后吗？爸爸，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是谁？这孩子怎么这么像新年你小时候？副总，这孩子长得跟您还真挺像。难道是老天爷大发慈悲，让我天降大孙子？妈，你这是想抱孙子想魔怔。爸爸，你快帮帮妈妈吧。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爸。妈妈让我来找你，你就是我爸爸。你妈妈在哪儿？新年，你冷静点。当年那个女人来路不明，还偷了你的玉佩，不能被她给骗了。不是，这不是我妈妈偷的。我妈妈现在生病了，需要钱我才来找爸爸的。这孩子跟新年你小时候长得太像了。新年，你不能因为这孩子小就相信他说的话呀。小孩，钱给你，玉佩我拿走了。小小年纪，以后不要再出来骗人了。谢谢。你借钱借这么快，还说不是小骗子？真的。这孩子这么可爱，又这么懂礼貌，怎么看都不像是骗子。太好了，有了这些钱，我就能救妈妈了。孩子，这么热的天，你热不热呀？我没事，谢谢你，奶奶再见。这孩子太可爱了，这要是我大孙子该多好。张特助，你去给新年和这孩子做个 DNA。这要是我大孙子该多好。张特助，你去给新年和这孩子做个 DNA。还给我！啊！求求你了，我妈妈生病了。生生，生生，你这孩子，你不是找你爸爸去了吗？你爸爸呢？爸爸没有来。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我不知道。这孩子太可怜了，爸爸也没找到，这么小就流落街头。阿姨，我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吧！我已经没有爸爸，不能没有妈妈。你只是个孩子，只有成年亲属签署协议，你妈妈才能外出就医。你只能去找你爸爸来签字。好，我这次一定把爸爸找来，一定要让妈妈活下去。副总，沈小姐都说了，那就是个靠身体上位的女人，不值得你这样。但如果他真的给我生了一个孩子，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小姐，当年阮木槿确实生下了一个孩子，叫阮生。白天那个小孩，难道真是副总的孩子？查，立刻给我查！现在那个孩子在哪儿？哎，你看，那不是之前被副总喊来的孩子吗？哎，这孩子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都在这儿，现在还在这儿，不会在这儿待了一晚上吧？啊！哎呀，别看了，那就是一个想蒙冤负担的骗子。你们两个在这嘀咕什么呢？哎，没事。你们两个在这嘀咕什么呢？哎，没事。
妈，你找我？好，我现在就回公司。爸爸，爸爸，哪来的小叫花子？爸爸，别喊了，要让副总知道我没拦住你这个小骗子，非把我手脚断了不可。我不是骗子，我妈妈在教管所生病快死了，我真的是来找我爸爸的，只有他才能救妈妈。怎么回事？沈小姐，这小子非要闯进公司，我也是没办法。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这边我来处理就好。你叫阮生？你是不是想去公司找爸爸？你爸爸是傅新年吗？我妈妈说的，他就是我爸爸。那你妈妈是不是叫阮木简？是的，阿姨，你认识我妈妈？那当然了，阿姨可以带你去找爸爸。谢谢阿姨。妈，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你还记得那天那个跟你长得很像的孩子吗？啊，怎么了？我觉得那个孩子真是太可爱了，他又跟我们傅家人长得这么像，就算他不是亲生的，我也决定要把他留在身边。妈，那孩子的家人是都不在人世了吗？轮得到您来养？你这逆子说什么呢？老夫人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圣生是副总亲生的。你这逆子说什么呢？老夫人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圣生是副总亲生的。真的是我大孙子，真的是老天开眼！我大孙子，什么大孙子？老天眷顾，我傅家有后了。可以啊！那天晚上的女人真的给我生了一个孩子。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给我找人啊！不管花多少钱，用多少人，都必须得给我找到。是。太好了，阿姨，我爸爸在哪里呀？就在前面呢。不行，不能让他们看见这孩子。新年，得亏你老妈聪明，给你检测了一下你们的 DNA， 要不然还不知道生生的孩子是你亲生儿子呢。该死！老太婆提前把这小子的头发送去做 DNA 检测，是爸爸的声音。不行，我绝不能让傅新年和那小孩子相认。老太婆提前把这小子的头发送去做 DNA 检测，是爸爸的声音。不行，我绝不能让傅新年和那小孩子相认。哎，你在干什么？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我大孙子。知道了。赶紧走！刚刚我听到爸爸的声音，你为什么拦着我？你听错了，那就是爸爸的声音，我不会听错的。我要去找爸爸。你听不听得懂人话？我说了，那不是你爸爸。你说话，阿姨，你骗我，那明明就是爸爸。站住！别跑！这孩子上去一定会碰到父亲，不行，我不能让他们父子相认。还没有找到我大孙子在哪儿吗？老夫人，您放心，副总已经安排人去找了，马上就会有生生的消息了。我们傅家9代单传，好不容易找到生生这个独苗，我怎么忍心让他流落在外？7年，你快去
多派点人，越多越好。我现在1秒钟都等不了，我现在立即马上就要见到我的大孙子。妈，你放心，我现在就增派人手，全程搜索生生的下落。张晨，你去把所有人都叫来，一定要尽快找到生生。是。爸爸！刚才的声音好像是生生。爸爸！刚才的声音好像是生生，我好像听到生生的声音了。什么？生生就在这附近？那你还不快去找？快去啊！我现在就去。啊！阿姨，那个是我爸爸，我要去找爸爸。你看错了，那不是你爸爸。你骗人！我不会听错的，那个就是爸爸。阿姨怎么会骗你呢？阿姨就是想帮你。我不相信你了，我要去找爸爸。你给我闭嘴！吵死了！放开我！我要去找爸爸。妈妈还等着爸爸去救命呢。你闭嘴！妈妈就是个凭借身体上位的坏女人。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你才是坏女人。那闭嘴！我要告诉爸爸。还敢告状？我告诉你，傅新年他只会听我的。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拿着钱赶紧滚！我不要钱，我要妈妈和爸爸在一起。我不会因为你跟你妈妈那个女人让傅新年离开的。你放开我，我难受。你给我闭嘴！你跟你妈一样心机。我没有，我真的难受。别装了，死孩子！装什么？爸爸，我要爸爸。你这种心机女生出来的孩子，根本不配做傅新年的儿子。我不许你说我妈妈。这小屁孩，不会真出事了吧？生生，不会真出事了吧？生生，新年哥，我找到孩子了。滚开！生生，生生，孩子怎么了？怎么晕了？快送医院！张晨，备车，立刻去医院。医生，我孙子到底怎么样？他怎么会昏迷呀？你放心，这孩子是因为之前淋雨后发烧，又加上受了点惊吓，才晕厥过去的。现在烧已经退了，等他醒后再观察观察就可以出院了。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你为什么会跟生生在一起？我本身是想去找你来着，结果在电梯里碰见那孩子。那生生为什么会晕倒？你当时又做了什么？这孩子应该是长期挨饿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身体素质太差了，回去后要好好补补。我什么也没做，医生都说了他是营养不良。我当时还打算救那孩子来着。挨饿？营养不良？天哪，这孩子妈妈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居然不让孩子吃饭。还有，这孩子应该是误食了芒果，有点过敏。副总，根据调查，小少爷因为经常挨饿，所以会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吃。什么？我孙子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吃？公司最近下午茶有芒果，不新鲜的当天会直接丢掉，所以小少爷应该是捡了垃圾桶里的芒果，才会导致过敏。他身体差，一点小过敏都可能要命，你们家长一定要注意。以后公司不允许再出现芒果。还有，给我查那个女人，作为生生的妈妈，居然让那么小的孩子挨饿受伤流落街头，简直枉为人母。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吃，我这苦命的大孙子，之前过的都什么日子？妈妈，妈妈，都这样了，还在想着自己妈妈。小张，快去
查查这孩子妈妈到底现在在哪儿？是。不行，不能让他们找到那个女人，不然傅哥哥身边更没有我的位置了。副总，手下的人来报说出问题的电梯有人为的痕迹。妈，我要回公司亲自调查。行，你赶紧去吧，我要在这儿看着我孙子。问题的电梯有人为的痕迹。妈，我要回公司亲自调查。行，你赶紧去吧，我要在这儿看着我孙子。这孩子也太可怜了。婆母，您都忙一晚上了，您回去休息休息吧，把这交给我。不行，我放心不下我大孙子。哎呀，您放心，我在这儿呢。而且小宝的营养餐都准备好了，您不去过目一下吗？你说的对，营养餐很重要。那我先回去，我得去赶紧给他备点营养品。妈妈，这老太婆现在对这小孩这么伤心，要是这小孩吵着要妈妈，说不定这老太婆还同意那女人进门。不行，傅哥可只能是我的。哎，你醒了？你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爸爸，那妈妈呢？我要去找妈妈。千万不能提你妈妈，他们都认为是你妈妈给你爸爸下的药，现在都要抓你妈妈呢。我妈妈不是坏女人。我相信你妈妈不是坏女人，可是你爸爸不相信。难道你想让你爸爸抓你妈妈吗？那你妈妈更没救了。我去找爸爸，我要跟爸爸解释，妈妈不是那样的人。爸爸，救命！有坏人要抓我！没事，爸爸在，爸爸会保护生生的。你身体还没好，怎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抱歉，副总，是我们的疏忽，让小少爷一个人跑出来了。一群废物！没听到生生刚才说什么吗？有人要抓他，还不赶紧去找那个人！副总，是我们的疏忽，让小少爷一个人跑出来了。一群废物！没听到生生刚才说什么吗？有人要抓他，还不赶紧去找那个人！副总，查出来了，电梯是被人故意破坏的。找到要伤害我儿子的人了吗？还没有，所有人都已经散出去了。那就立刻找，然后让他永远消失。是。副总，您孩子的母亲还需要派人去照顾。生生从小营养不良，流落街头，都是因为那个人。这种人不配当生生的母亲。爸爸好凶啊！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凶了？好啊，爸爸答应你，以后都不凶了。爸爸这么凶，暂时还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在哪里。走吧，爸爸带你回家见奶奶。怎么还没回来？哎呦，我的大乖孙回来了！来，快来！哎呀，看看，这是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喜不喜欢？谢谢奶奶。我的乖孙真乖，这么懂事啊！奶奶，我可以把这些东西送给妈妈吗？我好想她。妈妈。生生啊，以后不要再提那个女人了，她不配当你的妈妈。知道呢。这个是爸爸送你的礼物，这枚印章代表了傅家掌权人的身份。有了这枚印章，你就可以支配傅家的所有人、所有东西，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谢谢爸爸。有了这个，我就能自己去救妈妈了。哎，我的乖孙去哪儿？快
派人跟上，别到时候再跑丢了。哎，我的龟孙去哪儿？快派人跟上，别到时候再跑丢了。阿姨，我是来接阮木槿的，他生病了，需要出去看医生。这是富家掌权人身份的印章，您稍等，我现在就安排人把阮木槿送去医院治疗。妈妈，你终于病好出院了，真的太好了！这要多亏了生生，是生生救了妈妈。妈妈，快点，我们去找爸爸。爸爸家好大好大，有好多玩具。看来爸爸对你很好，你在爸爸家很开心。爸爸对我很好，奶奶也对我很好。真好啊，生生的状态比之前看起来好太多了，笑人都多了。妈妈，快看，是爸爸。走。新年哥哥，你还在找那个女人吗？你要是让别人都知道生生的母亲是个听见女人，整个富氏集团都会蒙羞。别再提那个女人了，品行不端的人，别当生生的母亲。原来我在他眼里是让他蒙羞的存在。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我现在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我不能这么自私，强行把生生留在我身边。生生跟着爸爸，才会有一个安稳的未来吧。妈妈现在不方便去找爸爸，你在爸爸家要乖，知道吗？妈妈现在不方便去找爸爸，你在爸爸家要乖，知道吗？妈妈，难道生生都见不到你了吗？妈妈会想办法陪在生生身边的。什么办法呀，妈妈？隐瞒真实名字，留在富家打扫卫生，这是我唯一能见到生生的办法了。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木槿。行，就你了，出去把卫生打扫。我现在就去。啊，等等，你顺便把这杯果汁端出去。好。哼，臭小子，你不是芒果过敏吗？加了芒果的橙汁，我看你这次还会不会那么幸运。你不是来打扫卫生的吗？怎么还不去？哦，好。这是什么？副总，这是橙汁。啊，里面没有芒果吧？我听说了，宝宝芒果过敏。你去把生生的房间打扫一下。好。玩了这么久，我们回去休息会儿，好不好？嗯。走。副总，我来了。干什么？哦，不好意思，副总，我也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一时没忍住。好，我去处理点工作上的事，你照顾好生生。好。副总，我们的人去晚了，生生的母亲已经逃出管教所，不知所踪。那都是个心思不正、品德败坏的女人，您真要去找她吗？找到她，然后给她一笔钱，让她有多远滚多远。品不端的人，
不允许他出现在我儿子面前。是。傅新年在找我。不端的人，不允许他出现在我儿子面前。是。傅新年在找我。副总，生生过敏窒息了。你去找医生。是。生生，亲眼看看爸爸。医生，怎么还没到？我儿子要是有事，你们都别想活过。干什么？这是芒果过敏的药。为什么会有这种药？就是，生生过敏，你正好有药，你肯定是故意陷害生生。我来应聘的时候，管家说了，孩子会芒果过敏，我身上常备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新年哥哥，你可不能听他的。副总，医生还没来，孩子不能再等了，错过黄金救援期，生生就危险了。新年哥哥，你不能让这个女人喂药，她不过是个保洁，她懂什么治病啊？不行，生生不能再等了，再不吃药真的会出事的。谁允许你擅自喂药的？你是想找死吗？生生情况太紧急了。副总，刚刚那杯饮料里有芒果。啊，对，就是他，是他端那个芒果饮料的杯子上来的。我说过，对芒果过敏，家里面不允许出现芒果。你是想找死吗？把我的话当耳旁风。那杯饮料是沈小姐让我拿上来的。你敢污蔑我？你这个贱人！你就是故意要害生生，然后以此吸引新年哥哥注意。说，芒果到底是不是你放的？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赔命！傅新年，那也是我儿子。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赔命！傅新年，那也是我儿子。副总，医生来了。还不承认？就你一个打扫卫生的保洁，还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我没有勾引副总。还说没有？你嘴还挺硬啊！你从一进门开始，眼睛就粘在新年哥哥身上。你以为我瞎吗？沈小姐，你真的误会了，我真的没有看副总。你端着饮料上来的时候，就一直往新年哥哥身边。那杯饮料是你让我端上来的，中间我什么都没加，我真的不知道里面为什么会有芒果。你的意思是我诬陷你？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狐妹子，你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看你是活腻了。你在干什么？新年哥哥，这女人污蔑我，她说那饮料是我动的手脚，你可一定不能放过她。副总，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我做的。医生，孩子怎么样？孩子虽然对抗过敏药物过敏，但特药物吃了及时，再加上这段时间身体调理不错，没有什么大碍了。臭小子，命还真大。别在这儿假惺惺，这生生没事，正好说明了你就是故意的，不然怎么生生一出事，你怎么就有药？我没有。新年哥哥，这个女人来路不明，她还戴着帽子，天天不敢一脸示人，她8成心里是有鬼。把帽子摘下来！我让你把帽子摘下来！我让你把帽子摘下来！你干什么？脏死了，离我远点儿！你躲什么？不行，
能让傅新年看到我的样子，他那么厌恶我，要是认出我，我就没机会待在生生身边了。没什么。你为什么手里刚好有药？我儿子也芒果过敏，我是常备的。这么巧？真的，我没有骗你。她就是个满嘴谎话的女人，你千万不能放过她。沈小姐，这杯饮料是你让我端上来的，我不知道里面为什么会有芒果，我什么都没动我就端上来了。你还敢污蔑我？你从一进门开始就盯着生生跟新年看，你就是个想上位的坏女人。我没想勾引副总，你这种想变凤凰的山鸡我见多了。你见从新年哥哥那儿下手不行，你就把主意打到孩子身上。够了，给我闭嘴！我不管你想干什么，离我儿子远点，别再让我看见你靠近他。新年哥哥，你可不能放过他！都滚出去！别再让我说第二遍。张晨，在，去查杯子里的芒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张晨，在，去查杯子里的芒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也不知道生生现在怎么样了，还难不难受？不行，我得去看看才能安心。副总，有个线上会议要开。开完会，我要得到调查结果。是。妈妈，生生，你现在还难受吗？见到妈妈就不难受了。妈妈是来看生生的吗？生生很想妈妈，妈妈不要走了，好不好？生生想让妈妈一直陪着生生吗？嗯。那生生答应妈妈，以后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不能叫我妈妈，只能叫我穆阿姨，能知道吗？我可以的。但没人的时候，我可以叫妈妈吗？因为我好想你啊，妈妈。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生生可以叫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在呢，但妈妈现在得走了。妈妈要丢下我吗？不可以！你刚刚都答应生生要一直陪着生生的。生生，妈妈不会丢下你，但妈妈现在得走了，不能让爸爸看到。不然我就没有办法一直陪着生生了。生生知道了，妈妈。那妈妈一定要记得来看我。你要是想妈妈了，妈妈就在楼下，随时都能来看你。真的吗？真的。生生知道了，那妈妈一定要记得来看我。好，妈妈一定记得。张晨，滚进来！穆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我担心生生。我记得我警告过你，让你离我儿子远点。你当耳旁风了吗？怎么用芒果害生生不成，现在还想下手？看来我是对你太仁慈了。是我。副总，冷静冷静啊！我们刚刚查了监控，穆小姐拿起饮料之前的视频全部都要删掉了。是我。所以芒果的事情跟穆小姐无关啊。从穆小姐拿起饮料到办公室的这段视频一直都是完整的，完全可以证明穆小姐跟这件事情无关。你说话不大喘气会死啊！副总，我说了芒果不是我放的，现在你能相信我了吧？现在这件事情证明了和你无关，那你现在出现在生生面前又是为了干什么？小少爷的过敏症状虽然退了，
但他的不适还是会有。我也是做母亲的，所以我过来看看。副总，医生确实说过，小少爷红疹虽然退了，但是还是会不舒服。爸爸，生生喜欢这个阿姨，你让这个阿姨留下来好不好？穆小姐好手段，生生才见了你一面，就被你哄着要把你留下了。不是阿姨哄我，是生生自己喜欢穆阿姨。穆阿姨像妈妈，生生只要穆阿姨。爸爸，你就把穆阿姨留下，陪着生生吧。副总，既然小少爷喜欢，就把穆小姐留下来吧。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多派点人跟着就行了。你当我的生活助理，负责生生的日常。太好了，谢谢爸爸。好的，副总。穆阿姨，我要你陪我玩。走。找人时刻盯着，他的信息尽快调查。找人时刻盯着，他的信息尽快调查。哎呦，奶奶的宝贝大孙子，想不想奶奶呀？想啊。这位是伯母你好，我叫穆锦，我是新来的生活助理，是副总安排我专门照顾生生的。啊，穆小姐你好，我的大孙子，走，去看看奶奶给生生带来的礼物。走，生生走，快走。副总，关于穆小姐的调查报告出来了。穆锦就是她。穆小姐是谁？穆小姐竟然就是阮木锦，那她为什么不说？难道是不想跟您相认？正好之前的调查报告出来，我们误会了，穆小姐不是上门女郎，她入狱应该是被人陷害，不是上门女郎，而且我们查不到她入狱后的信息，应该是隐瞒身份入职副使，我们的人因此疏漏了。穆锦现在在哪儿？和小少爷一起在老宅。备车，去老宅。伯母，我来看您啦。哎呦，瑶瑶来了，快坐快坐，来人上茶。伯母，你也太客气了。你怎么在这儿？来人上茶。伯母，你也太客气了。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5年前那个上门女郎？你怎么在这儿？你认错人了。哎呀，瑶瑶，怎么了？哎呀，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是新年的生活助理穆小姐。助理？是啊，有什么不对吗？您别被他给骗了，他可不是什么助理，他不过是个上门打扫卫生的保洁。什么？你到底是谁？这到底怎么回事？快来人！伯母，我真的没有骗你，真的是副总让我来照顾生生的。我要找穆阿姨。你就别撒谎了，你之前给生生喂芒果，让生生过敏，新年怎么可能会用你当助理啊？什么？生生过敏了？生生，过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伯母，是真的，这个女人之前给生生喝芒果饮料，以此来吸引新年哥哥的注意。你竟敢伤害我孙子！快来人！不要抓他，不是穆阿姨给我喝的饮料。伯母，我没有骗你，我没有害生生。伯母，你可别相信这个女人，你让她留在这儿，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害生生。生生，过来，到奶奶这儿来，过来，来，快！生生，你还小，不懂这些。
像这种女人，没必要帮她开脱啊。来，坐着，来，你看看。你这个贱女人，我之前就没让新年哥哥处置了，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你在干什么？你这个贱女人，我之前就没让新年哥哥处置了，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你在干什么？谁让你动她的？新年哥哥，这个女人撒谎说是您的助理，她陷害生生还欺骗我。是啊，瑶瑶说生生过敏就是因为她，你可不能轻易放过这个伤害我孙子的女人。谁说她骗人了？她就是我的助理，是我派她到生生身边的。那瑶瑶说生生过敏是因为她，又是怎么回事？老夫人，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伤害生生的人不是这位小姐。那我岂不是冤枉了穆小姐？你们赶紧把她放开！妈，你先带生生上楼吧。那你帮我跟穆小姐道个歉，刚才是我不好，冤枉她了。抱歉，我来晚了。你没事吧？他这是在关心我。新年哥哥，你别被他给迷惑了，她就是5年前那个给你下药的上门女郎。不信，把她帽子摘下来看。新年哥哥，你别被他给迷惑了，她就是5年前那个给你下药的上门女郎。不信，把她帽子摘下来看。不行，不能让傅新年看到我的样子，他那么厌恶我，要是认出我的话，我就没机会待在生生身边了。副总，沈小姐认错人了，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新年哥哥，她就是当年那个女人。闭嘴，滚出去！新年哥哥，我说的是真的。张晨，你耳朵聋了？沈小姐，请吧。副总，那我就先走了。你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副总，沈小姐认错人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该死，这个狐狸精，在我5年前给新年哥哥下药的时候就被他爬了床，他现在还居然成了他的助理。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我要向新年哥哥证明，就是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我要向新年哥哥证明，就是副总，阮小姐怎么走了？她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阮无姐？难道她不想见我？您之前误会阮小姐是伤害生生的人，她现在肯定害怕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你。对啊，之前是我误会她了，我还让她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不行，我要跟她解释清楚，之前是我没认出来她，所以才会说那些话。哎，副总，您之前那么对她，她现在肯定害怕你。您现在去找她，不一定会接受你。这件事不能急，事缓则圆。您得慢慢让她感受您的真心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多约她出来，多跟她相处相处，展现你温柔的一面。温柔？对，女孩子嘛，都喜欢对自己温柔的男朋友，你就多笑一笑，我保准以后他肯定不怕你了。副总，您还是别笑了。滚蛋！
您还是别笑了。滚蛋！小木啊，昨天误会你了，真是对不起啊！没想到你还能不计前嫌的来照顾生生，你都不知道啊！昨天你一走，生生就一直哭，一直哭，非说要找你。伯母，您言重了，只要是误会能解开就行。再说了，我是真喜欢生生。哦，那就好，那就好。穆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哎，穆小姐有男朋友了吗？要不要给你介绍介绍？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妈，你就别替穆小姐操心了，人家连孩子都有了。啊？原来穆小姐都已经有孩子了。哎，那是我唐突了。傅西年怎么一直看着我？难道我脸上有什么东西？糟了，帽子怎么丢了？穆小姐是来找这个吗？怎么在你这儿啊？穆小姐这么好看的脸，总是戴着帽子，也太浪费了。可不是嘛，穆小姐的脸长得这么好看，总戴着帽子遮面，真的是可惜了。傅西年这是没认出我。我在傅西年眼里，应该就是个算计他生下孩子的上门女郎，是他的污点，不认得我也好。哎，西年，你这个时间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啊，我就是来看看你，顺便找穆小姐聊点事情。西年，你这个时间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啊，我就是来看看你，顺便找穆小姐聊点事情。行，那你们先聊。生生啊，来过来，跟奶奶进屋。你们先聊，走了，进屋玩啦。那个，副总，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误会你了，想跟你道个歉。哦，副总，您客气了，误会能解开就行。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看来我是真的吓到他了，现在连看都不想看到我。傅西年今天怎么怪怪的？算了，不想了，能陪在生生身边就行。是你，怎么还敢来找西年哥哥？沈小姐，你是有什么事吗？你来找西年哥哥到底有什么目的？沈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阮木姐，你5年前就不要脸爬了西年哥哥的床，怎么？你想故技重施？你认错人了。别人认不出来，但我能认出来，你就是阮木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我要告发你，我现在要带你去找西年哥哥。别人认不出来，但我能认出来，你就是阮木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我要告发你，我现在要带你去找西年哥哥。放开！你放开！你这个红色胎记，这是我从小就有的。阮木姐手上的胎记和当年在福利院被我推下河的沈家千金一模一样，他们是同一个人。沈小姐，你是走人了。沈家千金手上也有红色胎记，我便伪造了胎记，顶替了她的身份。不行，我顶替沈家千金的事绝不能暴露，必须要解决阮木姐。哎，瑶回来了，嗨，来看看这块玉佩。王姐说，在打扫你房间的时候，在你床边的角落里发现的。你呀，
真是粗心大意，这么贵重的东西就随手乱丢。爸，这不就半块玉佩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哎，这块玉佩可是当年你爷爷跟傅熹年那小子的爷爷定下孙子辈婚事的信，对我们家至关重要。什么？沈家跟傅家有婚约？对呀。枉费我当年白给傅熹年下药，到头来还被阮木槿截胡，该死！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没有说过吗？哎，这丫头总是风风火火的。给我查，阮木槿现在在哪？不行，阮木槿现在绝对不能在这。给我查，阮木槿现在在哪？不行，阮木槿现在绝对不能在这。副总，您回来了。爸爸，你回来了。你们在干什么呢？莫阿姨在教我练字。那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等一下，为什么我觉得生生对你好像特别的亲切？你们好像之前就认识？爸爸，我就是喜欢莫阿姨。真的？对，真的。小骗子！阮木槿，他为什么不跟我相认？你有没有好好完成你的作业啊？可是我还想要爸爸和莫阿姨陪我玩。好啊，只要你乖乖完成你的作业，爸爸和莫阿姨每天都陪你。莫阿姨可以一直在我们家。当然了，只要莫阿姨愿意的话。太好了，这是不是说明爸爸不讨厌妈妈了？我以后可以在爸爸面前叫妈妈了。你呢，现在乖乖上楼去完成你的作业啊。好的。对了，爸爸，晚上记得来我房间，我有话对你说。好。傅家应该不会允许生生有这样一个母亲。傅熹年还这么讨厌原来的阮木槿，我真的能带走生生吗？这是我妈留下的，我怕你感冒。啊，副总，我不会影响生生的。不是这个意思。生生呢？她上楼写作业了。好，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就这么不愿意单独和我在一起吗？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就这么不愿意单独和我在一起吗？啊？您说什么？没事，没事。那我就先走了。我送你。不能再跟他待在一起了，这样的男人怎么不让人心动？可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不麻烦副总了，我自己就行。阮木槿，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挽留你？爸爸，爸爸在呢。哎呀，我怎么睡着了？还没跟爸爸说妈妈的事呢。姐姐，我爸爸在哪里？
穆阿姨来了吗？今天穆小姐跟着你爸爸出差，他们已经出发了。爸爸跟妈妈一起上班了，嘿嘿。生生在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没说什么，我要去洗漱了。张特助他发烧了，别的助理都各司其职。哦，我懂，只有我最闲。那副总，您需要我做什么？你先吃个早餐。你先吃个早餐。副总，你都是怎么跟你女朋友培养感情的？副总，我跟我女朋友因为长时间没见面，已经分手了。也就是说，要让她经常见到我，才能爱上我。理论上讲，经常见面是可以促进感情升温。好了，你去通知阮不仅，这次出差跟我一起。那我呢？你放你假，去跟你女朋友复合了。多谢副总，祝您和太太百年好合。工作也忙完了，要一起去吃个饭吗？副总，我叫了酒店的餐，要不帮你也叫一份？那就麻烦穆助理了。那个，我房间里没有纸。哎呀，这个酒店不行，服务不到位，连纸都缺斤少两。副总，这是您集团旗下的酒店呀？那看来回去我得领导开个会了。您看这些够您用吗？够。我新年最近怎么怪怪的？难道是发现我的身份？我妈发消息说生生想你了，你看你方不方便给她打一个视频？哦，方便，我现在就给珊珊打个电话。哎，生生想你了，你看你方不方便给她打一个视频？哦，方便，我现在就给珊珊打个电话。哎，小木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啊。新年把生生送到我这儿来，说跟你一起出差了。生生说想你了，我就不好意思冒昧的打扰了。没关系的，伯母，我也想生生了。你看起来跟我妈好像挺熟的，都有她的私人电话。啊，伯母有时候会问我生生的事，所以我就给她留了我的电话号码。啊，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我就是饿了。餐什么时候送到？我叫人送到您房间了，
现在估计已经到了。啊，行，那我就先回去了。好，您慢走。哎，副总，怎么了？是要跟我一起吃饭吗？那个，我想请半天假，回福利院看看。福利院？哎，副总，怎么了？是要跟我一起吃饭吗？那个，我想请半天假，回福利院看看。福利院？富士集团每年向社会投入的公益基金数量可观，正好来都来了，我就考察一下，顺便也考察一下林氏的公益项目。真是良心的企业家呀！你要去福利院，你有去当志愿者的习惯？我听院长妈妈说，我从小是被丢在福利院门口的，我是从福利院长大的。听，你从小就在福利院吗？大概是5岁吧。当年落水我发了烧，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您问这个是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了，沈伯父的女儿也在刚出生的时候走失了。就在几年之前，从隔壁林氏的福利院接回来。啊，那还挺巧的。后来沈伯父还为自己的女儿举办了回归宴，也邀请了傅氏，就是那个沈安瑶。原来他跟沈安瑶这么早就认识了，父亲大张旗鼓欢迎自己的女儿回家，还邀请了傅家，想来沈安瑶一定很幸福。沈小姐跟您门当户对，青梅竹马，您家里肯定也很满意吧？你倒是挺会给我安排的，干脆婚宴也交给你承办算了。我没有筹备婚礼的经验，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给您介绍有经验的人。木姐，你就那么想把我往别的女人身边推吗？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喜欢我的意思？对不起，是我太大声了。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安排我的人生。果然是我多想了，染不紧啊，收起你那不该有的心思。你跟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抱歉，副总，是我越界了。到了，咱们走吧。哎，不能急，不能急，不然会把别人给吓跑的。不能急，不能急，不然会把别人给吓跑的。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了？5年前我进监狱的时候明明好好的呀。什么？没什么，就是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们来这是有什么事吗？这家福利院已经关门很久了。院长妈妈，你是小锦？你这孩子5年前突然消失，好久没回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打不通，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5年前我确实出了一点问题，院长妈妈，这福利院怎么关门了？福利院10几年前情况就不太好，后来是因为沈氏集团的女儿在我们这儿被找到了，才得以靠他们的捐款维持下去。沈伯父的千金也在这家福利院。这是小锦的男朋友啊？不，他是我男朋友，我是木槿的男朋友。好，好，好，小伙子看上去一表人才，不错不错，跟小锦蛮般配。您是说沈氏集团的大小姐小时候也在这家福利院？啊，对，这事儿
当时上过报纸，我记得那个沈小姐和小景是同一天来的福利院。对，这事儿当时上过报纸，我记得那个沈小姐和小景是同一天来的福利院。啊？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啊？你呀，我记得特别清，因为那个大老板来找沈小姐那天，你不小心掉到池塘，差点淹死，后来发高烧，救了好久才救回来，但是醒了之后，以前的事都忘记了。我确实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醒来之后就什么都忘了。那福利院为什么倒闭啊？5年前，沈氏集团不知道什么原因撤销了对我们的捐款，福利院一下子就垮了。哦，对，前不久还有人找到我打听你小时候的事。妈，赶紧回去吧，天都黑了。我该回去了。小景，有空带着男朋友来家里坐坐啊。院长，有空我一定会带他回来多看看你。啊，好，我会经常去看您的。好，好，好。你要是不舍得，我以后多陪你回来看看院长。院长妈妈是误会了，您是我老板，以后有机会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要是我说不愿意澄清这个误会呢？逗你来。做我女朋友吧。逗你来。做我女朋友吧。我身边扑上来的女人太多，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需要一个挡箭牌。你很合适。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怎么？你以为我在跟你表白吗？没有，我怎么会这么想呢？哦，对了，您知道5年前沈家为什么撤资吗？沈氏每年对公益的投入不亚于富氏，至于为什么会对这小小的一家福利院撤资，就不在富氏的关注范围之内。也是，你每天那么忙，怎么会关注这点小事？不过你要是想了解的话，我可以让张特助去调查一下。不用了，张特助平时也挺忙。没事儿，他最近刚跟女朋友分手，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工作。最近怎么老打喷嚏？难道是小人作祟？不管了，还是讲讲怎么挽回我女朋友吧。算了吧，张特助失恋也挺难过的，就不麻烦他了。不好意思。你很关心张特助？对啊，他平时对我很照顾的。张晨，给我查一下20年前沈氏突然对林氏福利院撤资的原因。张晨，给我查一下20年前沈氏突然对林氏福利院撤资的原因。副总，好的，副总，我现在就去。你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吗？我可以帮你。真的可以吗？当然了。算了吧。怎么，觉得我找不到？院长妈妈说我是养父母在襁褓里的时候捡到的，后来他们生了儿子，就把我丢来福利院了。想来我的亲生父母嫌弃我是个女孩才不要我的。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找的必要了。院长不是刚才也说了吗？
有人打听你小时候的事儿，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是谁吗？小时候，我除了5岁落水之前的记忆没有了，其余时间都在福利院。有什么人会找我呀？小时候，我除了5岁落水之前的记忆没有了，其余时间都在福利院。有什么人会找我呀？可能是你想错了，你的亲生父母并没有抛弃你。你不也说了，你是被养父母丢在福利院的，你的亲生父母可能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我，会是这样吗？纠结这些都没有用，想知道结果，得先开始才行。您说的对。无论结果好坏，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他这是什么意思啊？阮无锦啊，阮无锦，你又开始身亡注定不属于你的结果了。天都黑了，回去吧。好。要是把我就是生生妈妈的事情告诉你，你还会允许我陪在生生身边吗？想知道结果，得先开始才行。无论结果好坏，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傅新年，因为是你，我想开始，想跟你一起看一看结果。傅新年，因为是你，我想开始，想跟你一起看一看结果。傅新年，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你说。其实，我就是阮木。抱歉，副总，有人拦在车前。新年哥哥，这个女人怎么也在？他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你还有事吗？没事就起开，开车。新年哥哥，你让他下车，我有话要跟你说。副总，要不你跟沈小姐聊吧。你不用走。你还有事吗？没事就起开。好，那就让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听着。开车。傅新年，我们是有婚约的。没事就起开。好，那就让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听着。开车。傅新年，我们是有婚约的。你再乱说话，我不介意帮沈伯父教训一下女儿。是真的。你认识这个玉佩吗？我的玉佩怎么会在你那？不对，这不是我的那块。这当然不是你的玉佩，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另一半。当初我爷爷跟你爷爷定下了我们孙子辈的婚约，结婚当然是你跟我呀。副总，要不您跟沈小姐聊事吧，我就先走了。哎，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不重要了，你跟你未婚妻聊。没事。算你识趣，我跟新年哥哥迟早都是要结婚的。你闭嘴！我跟新年哥哥迟早都是要结婚的。你闭嘴！先生，这么晚了，该上楼睡觉了。哦，知道了。爸爸晚安，奶奶晚安。啊，生生真乖，去睡吧啊。妈，傅家和沈家什么时候开始有婚约的？婚约？哦，你爷爷曾经跟我说过，说是沈家的一个玉佩的一半赠给了战友，以此来确定了孙子辈的婚约。你突然提这个？那块玉佩在沈家手里。那
岂不是你跟沈家小姑娘有婚约？我是不会跟她结婚的。这是你爷爷定下来的婚约，你不遵守的话，别人会说我们傅家闲话的。一桩婚约而已。我傅熹年能在父亲死后带领傅家屹立于海城龙头地位不倒，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你要真不想娶，妈妈也不逼你。但是做什么事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别因为这件事儿伤了你们两家的和气。因为沈安瑶从小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你沈默夫把她接回来，可是如珠如宝的疼她，见不得她受半点委屈。您对当年沈家的事情了解多少？沈默夫把她接回来，可是如珠如宝的疼她，见不得她受半点委屈。您对当年沈家的事情了解多少？阮木槿啊，阮木槿，你就像是个笑话。你想跟他开始，可是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你从出生就注定是被抛弃的那个。我也就知道这些。也就是说，沈安瑶刚出生的时候弄丢了，后来是凭借着玉佩和胎记才找回来的。您知道那块胎记长什么样吗？哎呀，他刚出生的时候，我很远看了一眼，就是在左手的手腕上面一点，好像有一块像蝴蝶一样的红色胎记。红色的蝴蝶胎记。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还不确定，得见到真人才能知道。我怀疑沈安瑶不是沈国富的亲生女。什么？沈安瑶不是沈敬山的亲生女儿？说现实是。您对木槿印象怎么样？你这孩子，你不是在说沈伯父的女儿吗？怎么又提起穆小姐了？您对木槿印象怎么样？你这孩子，你不是在说沈伯父的女儿吗？怎么又提起穆小姐了？爸爸是在说妈妈吗？生生，什么妈妈？你知道妈妈在哪？糟糕，不小心说漏嘴了。生生一直都知道穆阿姨就是妈妈，但为什么一直不告诉爸爸？沈阿姨说，爸爸对妈妈有误会，认为妈妈给爸爸下药，要是找到了妈妈，就会把妈妈抓起来。所以是因为妈妈认为爸爸对她有误会，才要一直隐瞒身份的。怪不得他一直不承认，我还以为他是不喜欢我，原来是因为误会我不信任他。爸爸是早就知道穆阿姨就是妈妈了吗？你个小骗子，一直瞒着爸爸，不然的话，爸爸和妈妈早就和好如初了。真的是爸爸误会妈妈了吗？那爸爸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抓妈妈了？抓还是要抓的啊！不过是要把他抓回来，跟爸爸一起陪着生生生活。真的吗？太好了！这是什么呀？什么妈妈？什么误会？怎么还有小穆的事儿啊？妈，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副总，不好了，阮经理出事了！什么？副总，不好了，阮经理
怎么回事？这现在怎么样？副总，阮小姐被人打晕在草丛，不过被人给救了，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沈伯父，您怎么在这儿？新年，这么巧。我出门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晕倒在路边，就顺手送到了医院。你怎么在这儿？你跟这个女孩是？啊，她是我的未婚妻。什么？你的未婚妻？那我女儿算什么？傅熹年，傅家权势再大，沈景山的女儿也不是任人欺负的。爸爸妈妈怎么样了？原来外界传闻你傅熹年儿子这件事居然是真的，这还不肯相信。今天这件事，你们必须给我们沈家一个交代。这是有婚约的。老沈啊，你消消气。兄弟，这小子一边吊着我女儿，连孩子都有了，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沈伯父，我从来都没有吊着您的女儿。你说什么？混蛋！沈伯父，我从来都没有吊着您的女儿。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我女儿上赶着倒追着你？哎呀，老沈啊，新年他不是这个意思。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今天这件事儿，你们必须给我们沈家一个交代。妈，您看这个胎记，跟当年的一样吗？是红色蝴蝶胎记，可是时间太久了，我不记得当时那个胎记跟这个是不是一个。张晨，去查 DNA， 尽快。是。副总，之前调查的20年前沈氏撤资福利院的事有结果了。说，调查说是沈家大小姐沈安瑶亲自下的命令，要撤资解散福利院，并且我们调查到，当年见过沈小姐认亲场面的人都已经不见了。我知道了，你尽快去查清楚 DNA。是。沈安瑶，福利院消失的见证者。有趣。爸爸，你什么时候去找新年哥哥商量婚礼的事情啊？商量什么呀？商量催婚还差。新年都有孩子了，这事儿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商量什么呀？商量催婚还差。新年都有孩子了，这事儿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你知道？你知道还上赶着去找他，竟然还瞒着我。要不是今年恰巧救了他的未婚妻，知道了这件事情，你还要上赶着去给人当小三啊？什么未婚妻啊？还有孩子的妈妈。你是说你救了阮木姐？什么阮木姐？你连那个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安瑶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有孩子你当后妈就算了，还上赶着给人当小三儿。明明是我跟新年哥哥的婚约，他阮木姐才是小三儿。你见到阮木姐了？我救的她，你说呢？看她长得倒是挺像我们沈家的，不过像你一样脑子都不灵活，一个两个的都看上了富家那小子。这都没弄死他，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爸爸，那个女人现在在哪儿？
傅新年看着他呢，应该在医院。哎，你去干什么？还要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吗？孩子，你是要气死我吗你？哎，你去干什么？还要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吗？孩子，你是要气死我吗你？真的是你！你没事？我晕的，没被人弄死，还因祸得福，想起来一些小时候的事。你这个贱人，命还挺。那又怎样？跟傅家签订婚约的人是我，只有我才配站在新年哥哥的身边。你确定跟傅家有婚约的人是你吗？你什么意思？保镖，你们在干什么？放开我的女儿！爸爸，你救救我！他们要杀了我！傅新年，你想对我的女儿做什么？陈伯父，你们帮看看这份 DNA 检测报告。这是怎么回事？阮木槿怎么会是我的女儿？这是怎么回事？阮木槿怎么会是我的女儿？你怎么会有这个胎记？还有，这个鉴定报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不明显吗？有人冒充了你的女儿，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沈家的千金。瑶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胡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啊！你可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你什么意思？20多年前，我被养父母丢到福利院门口，当时同样被丢在门口的还有招娣。我身子弱，小朋友们总是欺负我，招娣一直在保护我，所以我就把我唯一珍贵的玉佩送给了她。竟然是你！那天，院长妈妈说让我们都去打听，说有一个大老板来了，要找他的亲生女儿。招娣非要带我去池塘挖鱼，然后就把我推下去，昏迷了好久好久，我险些丧命。这些你都忘了？闭嘴！你闭嘴！你别说了！20年前沈氏突然撤资，还有福利院消失的人，都是你干的吧？对，就是我干的。他们知道那个玉佩是阮木槿的，所以我要让他们都消失。对，就是我干的。他们知道那个玉佩是阮木槿的，所以我要让他们都消失。不是我的瑶瑶，我竟然被骗了20年。阮木槿，你为什么还活着？你之前抢我的新年哥哥，你现在还要抢我爸爸？是你抢了我的爸爸！凭什么？凭什么你就是沈家的千金，我就是被父母抛弃的拖油瓶？你应该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被抛弃在福利院门口的可怜虫。所以，这就是你非要置我于死地的原因吗？对，我们都是女人。凭什么你的爸爸可以不要儿子对你如若之宝，而我的爸爸有了儿子就弃我如敝履，把我像破抹布一样丢在福利院门口？凭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可是你已经享受了20多年美好生活，不是吗？你小时候的遭遇不是我造成的，你的痛苦和不甘却让我来承受。然而，道理不是这么讲。那你告诉我道理应该怎么讲？
凭什么老天对我如此不公？你命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在监狱里？你凭什么出来？什么监狱？我的爸爸，你应该还不知道，你的亲生女儿是进过监狱的罪犯，监狱的事情也是你做的。我当时明明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监狱的事情也是你做的。我当时明明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你抢走了我的新年哥哥，如果不是你，那个晚上跟新年哥哥发生关系的女人应该是我。那天给我下药的人是你，那次电梯里面的事故也是你让人干的。对，是我，这些都是我干的。那又怎样？阮木槿被推下水也是我干的。新年哥哥，只是因为我太爱你，如果没有这个女人，我们应该早就在一起。就算没有木槿和生生，我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我那么爱你，我们明明很般配呀。要不是因为你的恶毒，跟我一起长大的应该是木槿。放手！不是你阮木槿，你怎么还活着？只要你死，我就是沈家的千金大小姐，我跟新年哥哥就是门当户对，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他不爱你，这一切跟我无关，一切都是你自己偷来的，因为一切都不属于你。你闭嘴！瑶瑶，放开我的女儿！一切都是你自己偷来的，因为一切都不属于你。你闭嘴！瑶瑶，放开我的女儿！你的女儿？我见了你这么多年罢了，现在你找到你的亲生女儿就不要我了是吗？那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是你抢了我女儿的东西。我平时对你那么好，可这一切原来都是建立在我女儿的苦楚之上。你现在要伤害她，你真是蛇蝎心肠啊！我蛇蝎心肠？那还不都是你逼的？我逼的。你的每一声瑶瑶都在提醒我，你爱的不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沈安瑶。你这是强盗逻辑！我爱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有什么错？只要我现在杀了你，一切就都能回到之前的模样，对不对？你不要一错再错了。不是我的错，是上天不公。你放了我的女儿，以前发生的事情，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好不好？爸，你是在求我吗？对，我求你，求你看在这么多年我对你的疼爱的份上，放了他。我不好过，谁都别想好过。在这么多年我对你的疼爱的份上，放了他。我不好过，谁都别想好过。按住他！沈安瑶，你被抛弃了不是你的错，你过得不好也不是我的错，但是你非要把你的痛苦不甘全都强加到我身上，你就是大错特错了，你知道吗？我没有错，爸爸，你快把他杀了！只要你把他杀了，我就还是沈氏的大小姐，我就能继续跟新年哥哥在一起了。他已经疯了，送进监狱，下半辈子就在那里面度过。别走！没事吧？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幕后凶手的？从福利院回来的时候就起疑心了，再加上我们一起去调查5年前的事情，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不难猜出来。难怪你故意跟爸爸说我是你未婚妻，
有的神也要狗急跳墙，就为了把他引出来。不愧是我老婆，真聪明。谁是你老婆？臭小子，你明知道母亲才是我亲生女儿，居然一直瞒着我，还拿我做局。就是，谁是你老婆？可是你自己说的，让我离生生远一点。什么？你竟然那么对待我女儿？乖乖，带上我的外孙，跟爸爸回家，以后再也不理这个臭小子了。岳父大人，误会都是误会。以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以后在我们家木姐说了算。她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谁是你的岳父大人？我还没承认呢。好了好啦，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们。哎，回家。